阿琛，怎么样？林少聪的尸体就在浴室，是钟点工人发现的，初步怀疑是谋杀。还有，你进去就明白了。礼服怎么会挂在这儿啊？真恐怖。高 Sir， 胡医生，里面这个人死得很奇怪。根本照抄你的小说。要是真的照抄的话，应该还差一样。文轩，妹子，能不能开热水 OK。果然是无法完结的宴会里的杀人桥段。我刚刚来到凶案现场的时候，再看见尸体，也有这种感觉。凶案现场的布局为什么这么诡异？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还有镜子突然有字出现，是怎么回事？镜子上的字是用肥皂水写上去，干了之后是看不到的。但是当镜子遇到蒸汽，字就会浮现出来了。高 Sir 说跟你的小说一样，也就是说凶手是照着你小说的桥段杀人了。不排除有这可能，等我验完尸再说。这种割喉的行凶手法和死者的姿势，加上这套礼服，根本就是阿琛小说里的杀人桥段。高 Sir， 这套礼服染满了血。小说有没有说为什么凶手要挂一套染了血的礼服在凶案现场？小说里的死者是一个富翁，虽然有钱有地位，但私下做了很多缺德事，可以说双手染满鲜血，是个穿着礼服的坏蛋。凶手照抄不误，处心积虑跟着小说的桥段来杀人，也就是说他是古医生的忠实读者，而且还是个变态的模仿者。究竟模仿者的杀人动机是什么？是纯粹为了模仿，随便找个对象下手，还是他本身就跟林少聪有很大的仇恨？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见楼下有保全，也有闭路电视。林少聪的身材又很健硕，如果凶徒随便找个人下手，应该找个容易对付的。这么说，我们应该找林少聪的仇人，同时也是古医生的忠实读者。可是阿琛没有成立疏迷会，我看这起案子的调查范围很大。Madam， 屋院外面有发现。刚才我问过死者隔壁邻居的口供，他们说今天上班的时候已经看见林少聪的车子停在这里了。是他的车。为什么不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屋院的停车场，要停在这里，而且停成这样？会不会是凶手自己开出来，随便停下来就走了？放大镜。为什么要放掉车胎里的气呢？这个轮胎不像是被人放气，应该是被尖的工具刺穿。如果真的是凶手开车出来，为什么不把车停好就走，还刺穿4个车胎？也许凶手想故弄玄虚。其实现阶段还有很多可能性，譬如我们还不知道把车开到这里和破坏车是不是同一个人，甚至也有可能是林少聪在临死之前把车开来这里。我去问问屋院的保全。高 Sir， 我看过车身四周和车底，没有发现。证物可能是被人扔到草丛或者扔到垃圾桶，我们到处找找。大家分头做事。高 Sir， 找到冰叉，会不会用这个冰叉来刺穿车胎的？带回去化验，看看有没有车胎残留下来的物质。哦，你记不记得昨晚林少聪几点回来的？应该是12点钟左右，他开车回来的。我们今天早上发现林少聪的车停在屋院外面的转弯位。你有没有记错？没有。哦，还有，大约1点半钟他又出去了。之后他有没有回来过？我没看见。昨晚林少聪12点多回来的时候，车有没有载人？有个女人。有没有看见她的样貌？我看不清楚。
他带陌生人回来，你是不是应该留意一下？哎，林先生一个星期有几晚带女人回来的，我们哪会留意这个呀？经理，我想问问大堂那边的保全，看他们有没有见过林少聪带回来那个女人的样貌。Madam， 我们屋院的停车场有电梯，用不着经过大堂，也可以直接上楼的。而且电梯里也有闭路电视。那麻烦你，我想拿昨晚屋院大门和发生凶案那座电梯的闭路电视录影带回去调查。好，没问题。Madam， 我已经从录影带里面把片子抽出来了，你想看哪一段？大门，林少聪回来那段。跟保全说的一样，林少聪昨晚12点05分开车回来。Henry，把镜头拉近一点，我想看清楚这个女人的容貌。这个女人很聪明，故意把头靠在林少聪的肩膀上，避开闭路电视。Henry，再看电梯那一段。好。这个女人全程低着头，不想被人看到她的容貌，摆明有问题了。但至少我们看到一样。林少聪的身高大约175公分，这个女人可以很舒服地靠在他的肩膀上，估计矮他大半个头左右，可以推算出他的高度。还有，这个女人的身材属于偏瘦。不过这样很不合理。他带女人回家，然后自己又出去，现在女人不见了，他自己又死在屋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的确不合理。Henry，知道。没错，跟保全说的一样，他1点半又出去。真的是自己出去，身边没有女人。再看看驾驶，换了衣服，还戴上帽子。看看他的手部，还戴了手套，有点不对劲。这么晚了，又戴帽子又戴墨镜，不用看路啊？不想被人看他的真面目。Henry，把这个画面转成大特写，再拿第一段带子的画面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你们看，林少聪开车回去的时候，头枕只过耳朵1点，可是这个驾驶的头枕过了头顶。这么说，这个戴帽子的比林少聪矮了很多。他根本就不是林少聪，会不会就是刚才进去的那神秘女人呢？有这个可能，说不定杀了林少聪的就是这个女人。他杀人之后还开了林少聪的车离开。像啊，保全看到是住客的车，根本就不会留意。可是刚才上楼的时候全程低着头，到出来的时候戴了手套和墨镜，看来这个女人真的早有预谋。我们要尽快把这个女人找出来。胡医生，搞定了。刚给林少聪解剖完，有什么发现啊？我发现在他嘴唇上面有些金黄色的物质，我们会送去法政部做化验。那他的死因呢？我看见他的脖子有道很深的伤痕，相信是被人从后面一刀割断喉咙，导致大动脉失血过多致死。根据屋院闭路电视录影带，我们估计凶手是一位55寸高、体型偏瘦的女性。林少聪个子高、块头大，怎么可能被一个比他矮又瘦的女人一刀杀死的？在清醒情况下当然有困难了，但是刚才我发现他的胃里有些残留的药渣，照我看有可能是安眠药之类的。就是凶手先迷晕死者了？不止，死者被杀之前曾经去过酒吧，很可能已经喝了不少酒了。酒精加上安眠药，任何人都会变得迷糊。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都可以割断他的喉咙。这个人作案的时候心思很细密，而且很周详。他也是抄袭你啊。我的小说没有这段，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思比我的小说更加细密。不管怎么样，要等法政部验过血液和胃里面的残渣之后就有答案了。高 Sir， 有什么发现？我们在林少聪的血液和胃部的残渣里面验出有安眠药的成分 Credium， 而且含量很高。这种安眠药在香港应该没有卖的。这么说，是凶手等林少聪没有知觉之后再动手的。还有，那套礼服上面的血我们验过，只属于林少聪一个人。小刚也用 Super Glue 验过了，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嗯，整套礼服都染满了血。
这个凶手也太变态了。我觉得这个凶手不止变态这么简单，他把林少聪的血染满了整套礼服。我觉得这个凶手想把林少聪做的就像阿琛小说里边的受害人一样，也是一个穿着礼服的坏蛋。这么说，他不是一个只会搬字过纸的模仿者。还有，古医生把死者唇上面的黄色物质送过来，阿琛用 FTIR 和 SEM 验过，证实是口红的物质。也就是说，林少聪在死之前跟人接过吻了。那林少聪的嘴唇有没有一些不属于他的皮屑或者唾液？他的嘴唇被肥皂水抹过，所有的 DNA 都破坏了。那在沙发上找到的头发呢？那些只是用一些尼龙做的假发。那个冰叉呢？有没有发现？就是冰叉了。伟民在冰叉上面发现一些黑色橡胶的物料，跟林少聪车子的车胎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车胎真的是被冰叉插穿的。警方的指纹组已经在冰叉上面采集到指模，也在指模的资料库里面找到吻合的记录。Madam， 什么事啊？我们有些关于林少聪的事想问你。你进来再说。Bonnie， 你知不知道林少聪在自己家里被人谋杀？知道，当然知道，报纸都登了。那我想问你，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就是前几天到他公司那次了，你也知道的。就是你去骂他，居然被他录音那次。对。说到上次，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那么做会使我的证词失效。那我问你，这个月4号，星期3，就是前晚，你有没有见过他？没有，我当然没有了。没有？可是昨天早上我们发现林少聪的车的车胎被人刺穿，接着在附近的草丛里找到冰叉，证实就是凶徒拿来刺穿车胎的。这关我什么事啊？上次在太平街你放下束花，包花的塑胶袋上有你的指纹，我们拿来比对冰叉上的指纹，证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车胎是你刺穿的。为什么明明见过他你不承认呢？是不是杀了人心里有鬼？不是啊 ，Madam， 不关我的事。总之我没有杀林少聪。Madam， 很抱歉 ，Bonnie， 我们怀疑你跟林少聪被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没有，我没有杀林少聪啊。没有，是不是因为他骗了你的钱，你不甘心杀了他报仇？那晚我只是拿冰叉刺穿他的车胎嘛。你的意思是说，你特地跑去他家，只为了刺穿他车胎？本来不是这么想的。到底怎么样？我听朋友说，那个贱男人因为江运琴跟小杰死了，领到一大笔保险金，所以我想带冰叉去吓唬他，叫他把钱还给我，能拿回多少是多少嘛。最后还是不还你钱，你气疯了，所以杀了他，对吗？那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杀他？没办法接近他。那晚1点钟左右，我到了他家楼下，当时呢有2个保安在那守着，我根本就进不去。我在外面等机会了，希望趁那2个保全进进出出的时候，我可以溜进去吗？可是等到1点半，那保全还是动都不动的站在那里，那没戏唱了，我就走了。谁知道一转身，我就听到车声了，居然是那个贱男人开车出来，我就立刻叫计程车去追他了。可是一辆计程车都没有，我就眼睁睁看他走了。那我就只好离开，心想一定要找机会再来的。谁知道一转弯就看他车停在路边了，老天爷真好，帮我这个大忙，我就马上跑过去。可是那个贱男人不在啊，我东张西望都没有看到他。我一生气，把心一横，就拿冰叉刺穿他的车胎。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说的话？当时那么晚了，街上没有人呢。就是没有了。我全都坦白说出来了 ，Madam， 我真的没有杀他。这个我会调查。对了，你很喜欢看推理小说，我看到你家里有整套古彩妮的小说。对呀，推理小说很好看呢。起码我在古彩妮的小说世界里，那些坏人不是死了，就是让警察抓了，你说多痛快啊！那你知不知道有谁跟你一样讨厌林少聪，或者比你更讨厌他？林少聪这个贱男人啊，哪个人不讨厌他？他满街都是仇人。干嘛急成那样啊？林少聪尸骨未寒，梁伟豪已经迫不及待搬到他办公室。何止啊！
他还立刻接收林少聪手头的客户。梁伟豪一直都跟我的老板争了，这次他这么做，什么仇都报了。西九龙重案组，我们今天来想知道关于林少聪的资料。不过我想先见你刚才说的那个梁伟豪。好的。进来。伟豪，有2位警官想见见你。西九龙重案组。没你的事了。OK。2位警官请坐。谢谢。2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啊？我们是来调查关于林少聪遇害的事。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搞好交接的事，坐他的办公室，你还真有效率啊。其实少聪走了之后，全公司所有的人，包括我，都觉得很意外，也很难过。可是我们是有信誉的投资公司，绝对不能因为一个员工出了意外而影响到我们的服务，造成我们客户有所损失。所以上头要我立刻接受他的所有工作。我也知道太仓促了。我跟少聪是好同事，而且是好兄弟，相信他在天之灵应该不会介意的。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这个星期3的晚上，我约了朋友去酒吧喝酒。当我把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我看见他。少聪，喂，谢谢才来啊！不会吧，这么早走？不像你啊。没有办法啊，一来就有人送上门。哦，不耽误你了。记不记得当时是几点？晚上11点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当时我跟那女人有段距离，更何况她背着我，所以我看不清楚。但是我记得那个女人把头发染到红红黑黑的。知不知道接着他们去哪儿？不是回家就应该去酒店吧？你们怀疑少聪的死跟那个女人有关？你知不知道林少聪有没有仇家？仇家？不会吧？少聪不管对同事、对客户都很客气。对不起啊，突然失去这么好的朋友，觉得很难过。是吗？不过你漏了一张他的照片没有收好。如果想到什么事，麻烦你通知我们。我也希望少聪能够沉冤得雪。